这个家伙究竟是怎么回事？灵狐命也看着此刻仙冰丹炉内的楚风，不仅眉头紧皱，眼中更是充满不解与不安。楚风眼下虽仍在仙冰丹炉之内，但却似乎已经对楚风毫无作用。忽然间，灵狐命也大袖一挥，那仙冰丹炉竟然开始缩小，且收入了他乾坤袋内。而原本在仙冰丹炉内的楚风，则是盘坐着落在了地上。楚风依旧双眼紧闭，就好像陷入了修炼之中。怎么在和我装世外高人？灵狐命也冷声问道。然而楚风不仅不予回应，甚至连眼皮都不动一下，就如同没有听到灵狐命也的话语一般。你还真以为你是世外高人了不成？猛然间，灵狐命也大吼一声，他那2品5仙的磅礴的威压，便如同潮水一般冲向了楚风。只是那威压如此汹涌，可靠近楚风之后，却威力大减。不，并非威力大减，而是威力全失。明明如此强大的威压，本该将楚风直接粉碎，可是那威压自楚风周身掠过，楚风竟是毫发无损。怎么回事？见此一幕，灵狐命也已不是眉头紧皱，而是剑眉竖起，眼中涌现出了一抹浓郁的震惊之色。眼前发生的变化，却是让他感到很是意外。忽然间，灵狐命也手腕一转，一把仙冰长剑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这把仙冰长剑可比先前那仙冰丹炉要强横得多。仙冰长剑出现在手中之后，灵狐命也的力量顿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灵狐命也并没有局限于此，只见其额头之上天级符文浮现出，他的气息也是从2品5仙提升到了3品5仙的地步。给我死！猛然间，灵狐命也手中的仙冰长剑指向了楚风，只见一道金色的剑芒浮现出，便向楚风刺了过去。二者距离本就不远，那剑芒又如此庞大，几乎在其刺出之际，剑芒就来到了楚风身前。然而那强横到连虚空都可撕裂的剑芒，在靠近楚风之后，竟然如空气一般，就那样子楚风身体穿了过去。他的形还在，他的威力也还在，只是他却伤不到楚风。这是怎么回事？灵狐命也看着楚风，眼中已不仅是深深的震惊，还涌现出了极为浓郁的不安。没用的。就在这时，久久未语的楚风却忽然开口了。在楚风开口的同时，他也是缓缓起身，并且睁开的眼眸看向了灵狐命也。你在耍什么手段？莫非你身上还有至宝？灵狐命也用那凝重的目光盯着楚风。我的身上有没有至宝？我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其实和你都没有关系。你只需要明白，从此时起，这圣灵光之阵内已不是你说的算，而是我楚风说的算。所以也是时候算一算先前的账了。所以你做好受罚的觉悟了吗？楚风笑眯眯地看着灵狐命也，他的眼中并没有怒意，也没有愤怒，有的只是轻蔑之色，就仿佛灵狐命也是他眼中的一个玩物，只能被其玩弄。狂妄之辈，不管你有何至宝，今日我都要打到你跪地求饶。灵狐命也显然被楚风激怒了，他在怒吼一声之后，身体竟然释放出金色的光华，那金色的光华之中布满了奇异的符文，随后那金色的光华竟然化作一个金色铠甲，与灵狐命也气息相融。此时此刻，灵狐命也的气息已经不再是3品5仙，他已经提升到了4品5仙，那光芒铠甲竟然让他的修为又提升了足足1品。是至宝吗？竟然能够提升1品修为，还真是一件难得的至宝，居然是与灵魂相融了，这至宝还真不简单。灵狐天族还真是舍得啊！楚风一眼就看出，那金色光华所幻化的光芒铠甲乃是一件至宝，并且这件至宝非常的料的，乃是用特殊手段与灵狐命也灵魂相融。也就是说，其他人根本就没有机会抢夺他的这件至宝，就算把灵狐命也杀了也是没用，因为灵狐命也死了之后，那件至宝也会随他的灵魂消散。所以楚风才这样说，因为想做到这一步，必须要费极大的功夫才行。所以楚风才说，灵狐天族对灵狐命也很是舍得。你既然明白，现在跪地求饶还不晚。灵狐命也对楚风说道，我说了，圣灵光之阵从现在起由我楚风说了算。莫说你修为提升到4品5仙，就算你是尊者，可在这圣灵光之阵内，也要听我楚风调遣。你已被我主宰。楚风指着灵狐命也说道，狂妄！灵狐命也大喝一声，与此同时，手中的仙冰长剑便向楚风挥砍而去。这一次，他并非隔空施展手段，而是自己向楚风飞掠而来。他是想亲自用这仙冰长剑将楚风斩成2段。然而，当他那手中的仙冰长剑在距离楚风只有1寸之际，竟然不动了。楚风就在面前，他竟然难以斩到楚风，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灵狐命也一脸茫然，眼下的他几乎已经毫无保留地施展出了自己的手段，可是哪怕如此，竟然也是难以伤到楚风，这让他不知所措。你似乎还是不懂，难道是我说的不够明白吗？既然如此，那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圣灵光之阵已被我掌控，这其中的一切都受我所控，包括你。楚风指着灵狐命也说道，放屁，就凭你也敢说掌控圣灵光之阵？灵狐命也一脸不信地说道，看来你不信，既然如此，那我就有必要向你展示一下了。楚风微微一笑，随后目光忽然转冷，轻喝一声，跪下。下一刻，灵狐命也竟真的跪在了楚风的面前。伴随着自己跪在地上，灵狐命也先是不知所措，紧接着在他的脸上，那愤怒之色便彻底涌现而出。楚风，我要宰了你！灵狐命也发出了无比愤怒的咆哮。向来高傲的他，向来不可一世的他，向来高高在上的他，此刻居然跪在了一个处世天族族人的面前，这让他非常的痛苦，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正因为受到了如此侮辱，他才会如此愤怒，宰了我。然而对于灵狐命也的威胁，楚风却是淡淡一笑，说道，你难道还不清楚你现在所处的境地吗？楚风此话说完，手轻轻地向下一指，轻声道，给我趴下。此话说完，灵狐命也竟然真的就趴在了楚风的脚下。混账，混账，你这个混账！
灵狐命野的咆哮继续响彻着，然而楚风却是不以为然，反而是平静的道：“令狐命野，看来你并不清楚，修武者是要靠实力说话的，而不是用辱骂。实力，就凭你也配说实力？你一个区区天仙，竟然与我武仙谈实力？有本事你收起你身上的至宝，用你自己的力量来与我斗！”灵狐命也咆哮着，哪怕自己被楚风压制，却也不愿承认楚风的实力。我自身的力量，我楚风凭本事掌控了这圣灵光之阵，难道不是我的实力？楚风反问道：“掌控圣灵光之阵，你真压制了我，我就会相信你这种鬼话。”灵狐命也冷笑连连，他是打心眼里不相信楚风真的能够掌控这圣灵光之阵。楚风从灵狐命也的目光中注意到了他的心中所想，楚风觉得灵狐命也这个人自尊心当真是极强，自己用力量压制他，已经让他的自尊心受损，可是换来的更多的却只是他的愤怒。他坚定地认为楚风是凭借至宝压制了他，并不是楚风的真材实料，所以他不服，正因不服，他才会如此的不甘，如此的愤怒。可是楚风若是让他明白楚风是真的掌控了这圣灵光之阵，那么那个时候灵狐命野的自尊心所受到的损伤则是更大，这样的重创可比对他的肉体进行惩罚还要痛苦得多。所以本不打算向灵狐命野证明太多的楚风忽然改变了主意，他必须要让灵狐命野明白他是真的掌控了这圣灵光之阵。灵狐命野，你既然对这圣灵光之阵很了解，那你应该清楚这圣灵光阵的3个时期是不可逆转的吧？楚风问道。这是自然，灵狐命野说道。而他此话说完，原本趴在地上的灵狐命野不仅站了起来，毕竟还漂浮到了半空之上。你又要怎样？灵狐命野还以为楚风又要对他进行羞辱，不由得怒吼起来：“我要你仔细看看这圣灵光之阵的变化！”楚风此话说完，大袖一挥，下一刻，这圣灵光之阵的土地面积竟然开始急速的扩大。不过眨眼之间，这原本已经极小的圣灵光之阵竟然恢复成了之前那种无边无际的浩瀚之的。见此一幕，灵狐命野目光一动，眼中涌现出了难以置信之色。这便惊讶了吗？先别急。楚风淡淡一笑，随后袖子再度一挥，下一刻，无数道光芒体便自四面八方飞掠而来，最终掠入了楚风的体内。那可不是寻常的光芒体，那可是光之矿石。楚清、楚双双、楚浩言、楚环宇等人都是凝聚了很强的光之符文，但是当他们主动离开这圣灵光之阵，主动离开这祖武修行界后，他们的光之符文却并没有随他们离开，而是在他们离开此处的同时消散开来，重新回到了他们所在的矿山之中。而现在此处的所有光之矿石都如同受到了召唤一般，向楚风飞掠而来，融入于楚风的体内。此刻楚风额头之上的光之符文是如此的璀璨，简直如同明日一般，那其中汇集着怎样的力量，完全可以想象。在楚风看来，凭借着强大的光之符文，哪怕武仙境是那般的难以踏入，可是他却绝对可以。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到底做了什么？你到底是使了什么手段？灵狐命也一脸的难以置信。事到如今，他已经意识到楚风可能真的掌控了圣灵光之阵，否则不可能这样的为所欲为。但是他却不愿意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别说话，静静的看着。楚风说完此话，便盘坐下。下一刻，这虚空之上明明没有一道雷霆出现，可却是雷鸣阵阵，覆盖着浩瀚无边的圣灵光之阵。与此同时，金光浮现，那光芒贯穿天地，不仅于虚空之上，就连大地之上的一草一木，任何物体都散发出这样的光华，仿佛天地都融为一体。融合期，这是融合期。此刻，灵狐命也已是面如死灰，因为据他所知，圣灵光之阵在这种状况下是不可能达到融合期的，必须在土地面积收缩之后才会迎来融合期。可是现在土地面积依旧是如此的浩瀚，但这不可能来到的融合期全出现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已是心知肚明，是楚风，这一切都是楚风所为。光之符文已经彻底与楚风融合，那光之符文内浓郁的天地能量，高深的修武之道，已经彻底属于楚风。然而一切并没有就此结束。9天之上，雷霆涌动，那雷霆之强，哪怕灵狐命也是满眼的金色，因为那雷霆实在太过强大，哪怕是灵狐命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恐怖的神雷。这是天级血脉者突破之际所引来的雷霆，不对，天级血脉的突破所引来的雷霆不可能如此恐怖，莫非是这圣灵光之阵内隐藏的力量？灵狐命也起初觉得那是楚风即将突破所引来的雷霆，可是很快他又否决了自己的猜测，因为他觉得楚风不可能引来这般强大的雷霆，所以便觉得那应该是圣灵光之阵内隐藏的某种力量。可没过多久，那9天之上的雷霆便自那9天之上劈落而下，围绕着楚风撕扯起来。因为距离楚风太近，就连灵狐命也是被那雷霆所包裹，这竟真的是突破所引来的雷霆。可是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强大的雷霆？眼前发生的一幕再熟悉不过，那不就是天级血脉者修炼过自伐玄功之人所突破之前必须要承受的一幕吗？这让灵狐命也不得不去相信，那雷霆就是楚风所引来的。只是这雷霆怎会如此恐怖？莫非是传说中的神伐玄功？这楚风竟然修炼了传说中的神伐玄功？忽然，灵狐命也的神色变得极为的复杂，因为他忽然想到了那比天伐玄功还要强大的自伐玄功，那便神伐玄功。他曾听说过神伐玄功的修炼难度远非天伐玄功可比，若是一个不小心，很可能会毁了自己。所以哪怕神伐玄功摆在面前，其实也少有人敢去尝试修炼它。况且神伐玄功乃是传说中的功法，哪怕想要修炼都无法得到，换做其他人修炼，哪怕楚风掀起如此声势，恐怕也没人相信
这是神罚玄功。可是楚风则是不同，毕竟他的爷爷、他的父亲都曾修炼过神罚玄功，并且还都修炼成功了。莫非这真的是神罚玄功？灵狐命也一双眼眸紧紧地盯着楚风，尽管自己这样说，可是他却几乎已经确定，楚风所修炼的就是那传说中的神罚玄功。此刻，灵狐命也对楚风已是有些刮目相看。如果说只是掌控了圣灵光之阵还不够的话，那么修炼了传说中的神罚玄功，这已经证明了楚风的非同寻常。哪怕灵狐命也不得不去承认这一点。可是对他来说，去承认楚风的强大却是痛苦的，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打击。成功了，竟然这么快就成功了。可是很快，灵狐命也的目光又是一动，他发现那围绕着他与楚风的漫天神雷消散了。这种情况他曾见过多次，这是修炼者突破成功的表现。可就在这时，那9天之上竟然又有漫天的雷霆涌动，并且此刻天际之上的雷霆竟比先前还要汹涌许多。怎么回事？莫非这神罚玄功如此的与众不同，竟然要连续轰下2次？天上再度出现的9色神雷让灵狐命也是一脸不解，但是那神雷却也如同先前的雷霆一般，很快便劈落而下。那劈落而下的神雷再度将楚风和令命也所覆盖，而过了没多久，那看似可以毁灭一切的神雷又再度消散了。而这一次，那盘坐在地的楚风不仅站起身来，且也是睁开了眼眸。你的气息原来如此，原来并非是那雷霆惩罚你2次，而是你连续突破。灵狐命也看着楚风，眼眸中涌现出极度的不甘，因为当楚风站起来那一刻，他能感受到楚风气息的变化。楚风现在已然不再是9品天仙，楚风他乃是一位2品武仙。楚风突破了，不仅从9品天仙境突破到了武仙境，并且还连续突破2品修为，直接踏入了2品武仙。可是要知道，武仙境可不像天仙境那么简单，每突破一重的难度都是极高，尤其是境界越高，那么难度便会成数倍的增加。灵狐命也是2品武仙，他很清楚，他有如今的修为，消耗了族内多少资源，自己付出了多少努力，甚至他从9品天仙突破到1品武仙，就曾失败过53次，而从1品武仙突破到2品武仙，他更是失败了足足181次。他这样的天才也会多次失败，足以看出武仙境的难度，那绝对不是修炼资源就能够保证突破的境界，这与自身的悟性、自身对修武意图的领悟有着极大的关系。可是楚风居然一口气连续突破2品修为，一切是如此的简单，是如此的随意，这自然让灵狐命也难以承受。就在这时，原本被楚风所控的灵狐命也竟然自半空之上落在了地上。你这是什么意思？灵狐命也用不解的目光看着楚风，因为此刻的他恢复了自由，楚风已经不再用大阵的力量对他进行束缚。虽然掌控圣灵光之阵也是我实力的一部分，可用大阵的力量压制你，也着实太过无趣了一些。而现在你我修为相同，皆是2品武仙，不如凭借各自的本事好好斗上一番。若是你能赢我，那我楚风认栽，任凭你处置；但你若败了，那么抱歉，你先前对我族兄弟所用的手段，我将加倍奉还。楚风看着灵狐命也说道。此话当真？灵狐命也问道。当真。楚风说道。好，若你真用自身实力击败我灵狐命也，那我灵狐命也不用你出手惩罚于我，我会跪在你面前向你认错。灵狐命也说道。好。楚风点了点头。突然间，灵狐命也动了，手中的仙兵对着楚风一指，顿时剑芒涌现，向楚风灭杀而来。而对于灵狐命也的出手，楚风也是早有准备。只见其额头之上天字雷纹以及远古战剑与远古战符2大秘技同时浮现，眨眼间二者交战在了一处，道道轰鸣炸响之际，强大的能量涟漪更是肆虐天地。不过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片刻之后，那刺耳的轰鸣停止炸响，汹涌的涟漪也开始消散。灵狐命也半跪在地上，虽然他的肉身完好无损，可是的衣衫却布满鲜血，脸色也是苍白如纸，就连呼吸也是变得急促。他一只手捂着自己的胸口，脸上也是布满了痛苦之色。若仔细观看，他的身体居然在颤抖着。而在他的对面，一道身影自半空之上缓缓落下，此人正是楚风。楚风不仅面色如初，衣衫更是一尘不染，这样的他与对面的灵狐命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灵狐命也，你败了。楚风看着灵狐命也说道。是我大意了，这次不算，我要再来一次。灵狐命也说道。虽然他很虚弱，可是他的态度却很坚决，他根本就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好啊，那你站起来，咱们再战一次。楚风说道。我此刻的伤势无法再战，待我伤势好转，自然会去找你。灵狐命也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笑了，他已经明白灵狐命也就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莫说胜他1次，就算胜他10次、100次，他也不会承认的。既然如此，那我便只能亲自出手了。楚风说话间，掌心握紧，道道雷霆交织而出，凝聚成一道雷电长鞭。随后楚风手臂挥动，那雷电长鞭便落在了灵狐命也的身上。这雷电长鞭落在灵狐命也的身上，不仅雷芒闪烁，更是在灵狐命也的身上留下了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痕。他不仅血肉模糊，就连骨头都被削成2段，几乎半个身体都快被这鞭子抽断。最重要的是，这一鞭子下去，灵狐命也更是裂开大嘴，随后发出了痛苦的惨叫。楚风这鞭子伤的不仅是灵狐命也的肉身，还有他的灵魂，那种疼痛甚至比他那仙冰丹炉内的烈焰还要难以忍受。而就在下一刻，楚风手臂连续挥动起来，那雷霆长鞭便开始不断的落在灵狐命也的身上。由于鞭子的力量越来越大，灵狐命也不仅被抽打的来回翻滚，那痛不欲生的叫声更是如同杀猪一般不断的响彻着。楚风，你给我记住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灵狐命也强忍着疼痛喊出了这样一句话。
而当他此话喊出之后，灵狐命也是消失了。见此一幕，楚风手掌张开，那雷霆长鞭也是随之消散。楚风的目光很是平静，他不知道灵狐命也去了哪里，但是楚风却知道灵狐命也肯定离开了这里。此刻，楚风将目光投向了先前灵狐命也折磨楚青等人的地方，轻声说道：“楚青大哥，双双姐，楚浩言，楚怀宇，我为你们报仇了。灵狐上界，如今祖武星域最受人敬畏的上界，甚至想要进入灵狐上界，也必须经过允许才行，不因别的，只因灵狐上界乃是祖武星域10大天族之首，灵狐天族所主宰的上界，整个灵狐上界全部都是灵狐天族的领地。这里除了受邀而来或者拜访的客人外，便只有灵狐天族的族人，这里不存在其他势力，因为灵狐天族不允许其他势力在这片土地扎根和繁衍。灵狐天族的城池几乎遍布着灵狐上界的各处，但主城只有一个，便是一座建立在虚空之上的庞大宫殿群。这片浮空城之大，连绵数万里，城中不仅琼楼玉宇无数，更是有着数座山川，甚至是汪洋世界之物。这城中应有尽有。而身为灵狐天族的主城，莫说外族之人，哪怕是灵狐天族的族人，也不是谁都有资格进入此处。能进入这主城者，必须是灵狐天族认可的精英才行。然而忽然间，城池上方出现一道结界门，紧接着一道身影便自其中飞落而下，落在了主城之中。这主城内阵法无数，忽然间出现一人，主城内的守护者立刻感应得到，且同时向此人出现之地飞掠而来。然而当这些灵狐天族的顶尖强者来到此处之际，却无一不是神色大变，因为这个人他们皆是认识，这乃是灵狐天族的天才灵狐命也。可若只是看到灵狐命也，他们倒不必这般惊讶。之所以如此惊讶，那是因为此刻的灵狐命也居然只有半个身子，他的双腿不见了，被楚风最后一鞭子抽断了。在祖武修行界内，有守护大阵的力量，他可以立刻恢复，但是离开了祖武修行界，他的肉身便没有恢复，所以才有了此刻这只有半截身体的惨状。灵狐天族的族人不知道灵狐命也是被谁弄成这个样子，可是看着他那满是鲜血的衣衫，他们便知道灵狐命也曾遭受过非人道的折磨。不过最令这些强者揪心的是，此刻灵狐命也不仅表情扭曲，他依旧在发出痛苦的惨叫，那声音是那般的悲惨，就算旁人听到都会动恻隐之心，就别说这些平日里对灵狐命也疼爱有加的同族前辈了。不过悲愤交加的同时，这些灵狐天族的强者们却也不由自主的会去想，究竟是谁重创了他族的天才。圣灵光之阵内，楚风站在原地，忽然他意念一动，立刻有几道身影自不远处飞掠而来，最终落在了楚风的身前。楚风少侠饶命，楚风少侠饶命啊！一时之间求饶之音不断响起，这些全部都是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幸存于这圣灵光之阵的族人，他们至始至终都在此处，且亲眼见到了楚风与灵狐命也的对决，也知道此刻楚风掌控了整个圣灵光之阵。面对这样的楚风，他们不敢有一丝的不敬，因为他们怕楚风像折磨灵狐命也一样折磨他们。然而对于他们的求饶，楚风仿佛没有听见一般，只见其大袖一挥，这梦魇灵族以及通天兽族的几人便顿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在虚空之上旋转了好久，他们才落在地上。楚风少侠饶命，饶命啊！落地之后，梦魇灵族以及通天兽族的族人依旧在求饶，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可是忽然间，一道充满怒意的声音在耳边炸响，这让几个头昏眼花的人立刻恢复了理智，抬头观望，这才发现他们已经离开了圣灵光之阵，眼下居然在那座广场之中。你们这群懦夫，莫非是在向楚风求饶？真是丢尽了我族的脸面。紧接着，梦魇灵族以及通天兽族的族人都是发出了充满怒意的声音。本来他们都在等待着楚风被灵狐命也夺取光之符文，然后狼狈地落在此处，可是等了这么久没有见到楚风也就算了，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这几个族人全出现了，并且出现之后便开口求饶，而所求饶的对象全是楚风，这让他们觉得实在是丢尽了脸面，怎能不怒？大哥，不是我们懦弱，实在是那楚风太强了，就连灵狐命也都被他杀了。梦魇灵族的族人很是委屈地说道，而他此话一出，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所有人都是大为吃惊。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说灵狐命也被那楚风杀了？此刻灵狐铁面以及灵狐天族的众位高手几乎同时问道，毕竟此事关系重大，非同小可。是的，的确是被楚风所杀，我们亲眼所见。梦魇灵族以及通天兽族的族人同时说道。此话一出，莫说是灵狐天族的族人，就连在场的其他族人，包括是已经被驱赶出圣灵光之阵的黎暗之等人，也是一脸的茫然。楚风怎么可能杀得掉灵狐命也？毕竟灵狐命也的恐怖，他们都是亲眼见到的呀。不仅是他们被灵狐命也压制，就连楚风也是被灵狐命也压制住了呀。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那楚风凭什么？他凭什么能够击败命也？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是灵狐铁面。他根本就不相信楚风能够击败灵狐命也，这是真的。我们亲眼所见，原本楚风还不是灵狐命也的对手，他的族人都被灵狐命也逼得逃离了祖武修行界，就连楚风也是被灵狐命也折磨得哀嚎不断。可是忽然间，一切就都变了。楚风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居然掌控了整个圣灵光之阵，圣灵光之阵内的力量由他掌控，在那种力量面前，莫说是我们，就连灵狐命也是毫无还手之力啊。梦魇灵族的族人说道，你们说的是真的？楚风他居然掌控了圣灵光之阵的力量。灵狐铁面依旧是一脸的怀疑，他并不愿意相信楚风能够掌控圣灵光之阵，虽然他没有进入过圣灵光之阵，可他却进入过光之阵，光之阵的力量
他们都无法掌控，就别说圣灵光之阵了，这个难度有多大，他完全可以想象。千真万确，本来我们也不信的，可是楚风随意改变圣灵光之阵的一切，在那大阵之内，他简直就是主宰一切的神灵，世界变化都是他意念之间的事。梦魇灵族的族人说道。这一刻，莫说灵狐天族、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族人，就连东郭天族、离世天族以及广场之上的各族族人，都已是一脸的呆滞，在他们那呆滞的脸上写满了金色。毕竟梦魇灵族的族人说的有鼻子有眼，那根本不像是撒谎，而是在陈述事实。所以哪怕众人没有亲眼见到大阵内发生的一切，却也不得不去相信梦魇灵族族人所说的话。这么说来，命野真的死了。楚风凭借圣灵光之阵内的力量杀了命野。灵狐铁面问道。此刻他悲愤交加，一方面他不相信灵狐命野死了，可又害怕灵狐命野死了，最主要的是他不愿意接受楚风击败了灵狐命野的事实。不是用圣灵光之阵的力量。梦魇灵族的族人说道。什么？此话一出，众人又是大惊，这是何意？灵狐铁面问道。楚风并未使用圣灵光之阵的力量，而是凭借自身的实力将灵狐命野击败的。梦魇灵族的族人说道。楚风凭借自身神力击败灵狐命野，你到底什么意思？先前还说楚风不是命野对手，是凭借圣灵光之阵的力量才能压制于他，现在又说楚风凭借自身实力击败了命野，你是疯了不成？灵狐铁面问道。楚风之前的确不是灵狐命野对手，可是他将光之符文的力量融合之后，修为大涨。当他的修为已经提升到2品5仙之后，灵狐命野便不是他的对手了。梦魇灵族的族人说道。梦魇灵族族人此话一出，众人又是心神一动，尤其是离岸之等人。之前楚风还是9品天仙，现在便是2品5仙，这种进步当真令人惊叹。尤其是这些小辈，已经不只是惊叹了，他们当真是羡慕啊。而离岸之等人都如此惊叹，如东郭天族这些之前便了结楚风的人，此刻则更加惊叹了。东郭双雄与东郭冰玉互相观望，眼中不仅满是惊喜，同时也充满了不可思议。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成为2品5仙，这样的进步速度实在太可怕了一些。哪怕他们早就看好楚风的未来，可仍是感到惊讶。事实上，此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非常的惊讶。毋庸置疑，此次那么多新秀进入圣灵光之阵，但是真正的受益人唯有楚风一个。就算2品5仙，他也不可能是命野的对手。很软，一道怒喝响起，依旧是灵狐铁面。他深知灵狐命野的手段，所以就算楚风与灵狐命野一样达到了2品5仙，他也坚定地认为楚风不可能是灵狐命野的对手。事实上，不仅是他，所有灵狐天族的人以及在场的大部分人都坚定地认为，哪怕同为2品5仙，但楚风也很难胜过灵狐命野。不因别的，只因灵狐命野的实力实在太强，他们2人的交战我们根本就看不清，可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那楚风的手段丝毫不弱于灵狐命野。的确是灵狐命野败了。梦魇灵族的族人说道。不可能，这不可能。灵狐铁面似是不愿接受这一事实，发出了不甘的咆哮。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刚刚自圣灵光之阵内出来的通天兽族族人竟然跪在地上，抱头惨叫起来。他本就身躯巨大，嗓门更是洪亮，他这样发出咆哮，简直比雷鸣还要刺耳，大地都是被震得隆隆作响。那是什么？而在他发出痛苦声音的时候，人们也是很快注意到，他的额头之上一道光芒体涌现，那是结界之力，是有人在他身上凝聚了阵法。在场到底是高手众多，立刻有人认出那闪烁的光芒体乃是一种阵法。很快的，那光芒体便消散了，似是融入了那通天兽族族人的体内。紧接着，那通天兽族的族人也是停止了痛苦的咆哮。楚风，是楚风。然而渐渐平息后，那通天兽族的族人却又再度开口。楚风，莫非那阵法是楚风留下的？他此话一出，立刻有人发出质问。没错，是楚风，就是楚风留给我的信息，他让我转告灵狐天族的族人一句话。通天兽族族人说道。什么话？众人齐声问道。楚风让我转告灵狐天族的族人，让他们在这里乖乖的等着，他很快就来这里找他们算账。通天兽族的族人说道。听得此话，众人皆是神色一动，随后不由自主的将目光投向了灵狐铁面。就如众人预料的一般，此刻灵狐铁面的脸色非常的难看，他简直就像是要吃人一般。这也难怪，先是拦截阵法被破，接着族人被夺取光之符文，就连灵狐命野这样的天才也是败在了楚风手中。今日灵狐天族的颜面尽失，而这一切都是拜楚风所赐。灵狐铁面本就咽不下这口气，想必已经决定要找楚风算账了。可是楚风没有求饶的架势也就算了，居然还挑衅于他，扬言要找灵狐天族算账。这莫说是脾气火爆的灵狐天族，就算这种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接受不了啊！哇哈哈哈！盛怒之下，灵狐铁面竟忽然大笑起来。他这一笑，所有人都傻了，不明白灵狐铁面为何忽然这般。难不成是被那楚风气疯了？不成？白酒设宴。就在众人不解之际，灵狐命野却是大袖一挥，白酒设宴。此话一出，本就茫然的众人就更加的不解了。白酒设宴，这是以往新秀大阵出现后的一个必备环节，但那都是灵狐天族的族人顺利自光之阵内修炼出来后才会白酒设宴。今年则是不同，莫说修炼成功，灵狐天族的族人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呀。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设宴？铁面大哥，难道你不打算替我们报仇了吗？这口气我们咽不下呀！此刻，那些一位新秀开口说道：“铁面大哥，你要为我们做主啊！”紧接着，灵狐天族的其他新秀也是纷纷开口，他们都被楚风夺取了光之符文，都承受了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所以咽不下这口恶气，一直想着灵狐铁面他们能为自己做主。
诸位弟兄放心，楚风所作所为，我绝对不会饶恕。他不是说来找我算账吗？那我就在这里等他。圣灵光之阵早晚会消散，而待大阵消散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这里，而我们就吃着美味，饮着酒，等他来送死。灵狐命也说道。听到这里，众人恍然大悟，他们都差点忘记了这一点。圣灵光之阵早晚会消散，而消散之后，圣灵光之阵内的人就会被强行剥离出大阵，而剥离的出口就是这座广场中心的结界阵法，所以根本不用想办法去找楚风。这楚风的确是会自己就送上门来。然而就在这时，那结界大阵竟然消散了。大阵消散，可是楚风的身影并没有出现。这一刻，众人皆是神色一动，尤其是灵狐天族的族人也皆是傻眼了。尤其是灵狐铁面，他那表情就跟吃了狗屎一样难看。怎么会这样？圣灵光之阵已经消散，为何楚风却没有出现在这里？灵狐天族的不少族人开口问道。而事已至此，其实不用问，大家心中也是明白经过。他们都低估了楚风。楚风掌控圣灵光之阵乃是真的，不仅掌控了，还掌控得非常彻底。正因如此，楚风才可以完美的操控圣灵光之阵，自然而然的，圣灵光之阵也就无法逼迫楚风落入广场。至于楚风去了哪里，那便唯有楚风自己知晓了。楚风的确已经离开了圣灵光之阵，他已经进入了这祖武修行界的主域之中，但是他却也不是随随便便落在了一个地方。楚风他彻彻底底掌控了圣灵光之阵，所以也很清楚圣灵光之阵的力量有多强大，那力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莫说祖武修行界内的这些人，就算祖武星域的高手，也未必有几个人能是楚风的对手。只是可惜，圣灵光之阵的力量再强，却也只能在大阵之内发挥。若是离开圣灵光之阵，楚风就会切断与圣灵光之阵的联系，自然而然的也就无法再使用圣灵光之阵的力量。但是楚风还是利用圣灵光之阵的力量，帮他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将他传送到了此处。这里是一片荒凉的大山，大山连绵数万里，可是山上却无一草一木，就更别说其他的生灵了。这当真是荒凉之地。但是这荒凉之地内却隐藏着强大的修炼资源，那修炼资源便是楚风的爷爷所发现的修炼资源。先前楚风凭借圣灵光之阵的力量，能隐约感受到那修炼资源已经成型，可以用来修炼了，所以楚风才会发出狠话，让灵狐天族的人等着他。因为楚风知道这修炼资源孕育了这么多年，他的爷爷与他的父亲又如此看重其中的力量，怕是比圣灵光之阵内的收获还是要强上不少，所以楚风才有如此自信。他自信只要得到这修炼资源，那么这祖武修行界内的灵狐天族将不足为惧，他楚风将成为这祖武修行界内的王。只是眼下楚风身在此处，却有些傻眼了。他在一座岩洞之中，根据他所知道的消息，这岩洞的下方就隐藏着那修炼资源。只是楚风没有想到，这个被他爷爷发现的修炼资源，竟然已经别人发现了。何人？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紧接着数道身影飞掠而出，将楚风团团包围。这些人穿着相同的服饰，且腰间也挂着相同的令牌，而他们腰牌之上刻写着相同的4个大字：乌马天族。这可怎么办是好？楚风挠了挠脑袋，面对眼前的突发情况，楚风有些头疼。眼前的一切，楚风看得清楚，这乌马天族的族人聚集于此处，并且还布这修炼阵法，他们是在利用那修炼资源的力量进行着修炼。而祖武修行界内的修炼资源本就是属于所有人的，有能力者得之，所以此处的修炼资源，哪怕是他爷爷发现，又是他爷爷用阵法孕育的，可是实际上也是属于大家的。若是他人没有发现也就罢了，现在有人在他之前找到了这修炼资源，楚风若是想要抢夺，怕也是不太好。不是说这修炼资源隐藏了起来，唯有阵法可以寻的，怎么现在被他人得到了？楚风甚是苦恼。按照楚氏天族族长所说，这修炼资源隐藏可谓是相当之好，旁人想找都找不到，所以他进入这祖武修行界之前，楚氏天族族长才传给了他2样东西，一个是找到这修炼资源位置的地图，另一个就是寻得这修炼资源的阵法。现在这修炼资源的位置是找到了，可是那寻得修炼资源的阵法似乎是用不到了，因为那修炼资源的力量已经渗透了出来，并且被人利用了呀。喂，我在问你话，你装什么傻？猛然间又是一声怒喝响起，是乌马天族的人。喊什么？喊就不能好好说话？楚风冷声说道，态度也是变得不悦。虽说祖武修行界内的修炼资源本就属于众人，可是这里的修炼资源到底是他爷爷先发现并且孕育出来的，所以楚风依旧还是会觉得这修炼资源是属于他楚氏天族的。现在有人占据了本属于他的修炼资源也就罢了，态度竟然还如此蛮横，就仿佛他是一个入侵者一般。楚风自然不爽，妈的，一个楚氏天族的废物罢了，竟然还敢如此猖狂，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然而楚风这不爽的态度却是让乌马天族的族人更加的不爽了。只是听到他们这种满含侮辱的话语之后，楚风也是眉头微微一皱，问道：你说谁是废物？在场的只有你一个楚氏天族的族人，老子不是说你还能说谁？他这简直就是明知故问，可能是被吓傻了吧。楚风此话一出，立刻换来了乌马天族众位族人的嘲讽。忽然间，楚风剑眉倒竖，衣衫舞动之间，磅礴的威压便自其体内释放而出。刹那间，那些围着他的乌马天族族人便如同树叶一般被吹飞开来。幸运的只是飞出万米之外，倒霉的直接撞到岩壁之上，碎石纷飞之间，他们更是口吐鲜血，被撞得不轻。2品武仙，这个家伙竟然是2品武仙！下一刻，惊慌的声音自那些人口中传出。楚风这一出手，他们都能感受到楚风的实力，而2品武仙的气息，在整个祖武修行界内不算是最强的，
但也绝对是顶尖的。这打破了他们对处世天族族人的认知，一时之间，眼中不由得涌现出了惧怕之色。滚！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却是自这岩洞的深处传来。楚风顺声望去，在那诸多修炼阵法的中心区域，有着一座宫殿。那宫殿不是很大，可却光芒流转，哪怕楚风的天眼也是看不透那宫殿内的面目。那宫殿本身就是一件至宝，结合结界之力，更是发挥出了极强的功效。而值得一提的是，那宫殿所在位置的正下方，刚好是他爷爷所孕育修炼资源的中心位置。这里可不属于你们。楚风开口说道：“趁我没发火，立刻滚出去，否则后果自负。”那自宫殿内传出的声音再度响起，这一次他的态度更加的蛮横。此刻，楚风的目光也是变得凝重起来。对方应该已经知道自己乃是2品5仙的修为，可他还是如此的嚣张，这说明他的实力很可能在自己之上，至少不会弱于自己。乌马圣杰吧？楚风开口问道。来时路上，楚风一直听人提起一个人，那便是乌马天族的乌马圣杰。这乌马天族的族人，在这族武修行界内的处境，原本也如处世天族一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乌马圣杰凭借一己之力，将乌马天族带入了族武修行界的主域之中。而先前将自己团团围住的乌马天族族人，虽然气势不凡，可是实力其实普遍很弱，就算比处世天族的族人强，但也没有强出太多。眼下自己已经展露实力，对方竟然依旧不将自己放在眼中。楚风推断，乌马天族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底气，这个人便是那个传说中的绝世奇才乌马圣杰。既然听过我，还不知难而退，看来你是活腻了。那宫殿内的声音中再度响起。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自宫殿内缓缓走出。这个人穿着与乌马天族的其他人一样，只是他的头上戴着一个帽子，这个帽子并不破，可是不知为何看上去却是破破烂烂的，总之很丑。而这个人长得就更是有些特别，倒也不是说他丑陋，而是他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皮肤发黄，是蜡黄的那种，宛如营养不良。可若只是如此也就罢了，那脸上还布满了斑点，就如同苍蝇巴巴拉满了他的脸。简单的说，这个人长得很埋汰，看着让人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你是乌马圣杰？楚风开口问道。其实不用对方说，楚风也知道他一定就是那个乌马天族的绝世奇才乌马圣杰。只是楚风还是忍不住问一下，不因别的，只因这个绝世奇才与楚风之前见过的那些天才实在是不太一样。毕竟那些天才就算不是英俊不凡，也多少气宇轩昂，有种寻常人不具备的气质。但是眼前这位太普通了，不说他普通都是抬举他，他真是要长相没长相，要气质没气质。说他另类吧，也远不如王强，真是要啥没啥，放在人堆里都没人多看他一眼，只会远离他。但是有一点让楚风有些意外，换做旁人，楚风这样明知故问，对方一定会生气。但是这乌马圣杰却并没有生气，他只是看着楚风，淡淡的说了一句：“我再说最后一次，立刻滚出去！你伤我族人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说完此话，他便转过头去，似是不想搭理楚风了。我若不呢？楚风问道。忽然，乌马圣杰转过头来，看向了楚风，那凌厉的目光宛如2把无形的利剑，欲要穿透楚风的灵魂。最重要的是，当乌马圣杰转头的一刹那，他的气息也是暴露无遗。4品5仙，这个乌马圣杰的实力居然是4品5仙，居然比大名鼎鼎的灵狐命也还要强出了2品。此刻，就连楚风也是目光一动，他终于知道为何东郭天族的族人都称这乌马圣杰为绝世奇才，说他将是整个族武星域众多天才之中的最强黑马了。这乌马圣杰的实力果然强悍。最重要的是，楚风觉得乌马圣杰刚进入这族武修行界的时候，也绝对不是现在的修为，他一直在进步，并且进步的速度极快。这样下去，怕是灵狐天族一定无法与他抗衡，他将统治整个族武修行界。乌马圣杰名不虚传，不过实在抱歉，就算你是4品5仙，但我也不会离开此处。楚风说话之间，额头之上神字雷纹涌现，他的气息也是从2品5仙提升到了3品5仙的地步。与此同时，远古战剑与远古战斧2大远古秘技同时出现，宛如守护神器一般，围绕着楚风旋转。这一刻，楚风不仅拥有3品5仙的修为，还获得了逆战1品的战力。此刻的楚风已是能够与4品5仙一战。看到此刻楚风所施展的手段，就连那先前还盛气凌人的乌马圣杰也是目光一动。你修炼了神罚玄功？乌马圣杰开口问道，语气之中带着一抹惊讶。可是还不待楚风回答，乌马圣杰又开口了，难怪如此有恃无恐，可就算如此，你依旧不是我的对手。此话说完，乌马圣杰便动了，眨眼之间便来到楚风近前。他并未使用仙兵，也没有使用武技，而是径直的一拳，正对着楚风的面门轰了过来。乌马圣杰的速度很快，若是换作旁人，怕是此拳必中。但是在楚风眼中，一切却是看得清清楚楚。楚风抬起手来，五指握拳，正对着乌马圣杰轰来的拳头便轰了过去。一声巨响，竟有钢铁碰撞的巨响传来。与此同时，这岩洞也是剧烈的颤动起来，无数碎石飞落而下。楚风与乌马圣杰的拳头轰在了一处，两拳碰撞，不仅掀起了轩然大波，楚风与乌马圣杰也是各自倒退数步。楚风受冲力影响，难以自控的倒退着，足足倒退了39步，才稳住身形。而当楚风稳住身形，抬起头之际，乌马圣杰刚好也稳住了身形。只是此刻乌马圣杰看着楚风的目光之中，却涌现出了一抹不悦和不爽。虽然他与楚风对轰这一拳看似不分胜负，可是楚风倒退了39步便稳住了身形，而他却倒退了41步才稳住身形，多出的这2步让他觉得自己占了下风。真因如此，他才如此不爽。接招，一道金芒闪过，紧接着乌马圣杰便如同愤怒的猛虎再度向楚风扑了过来。只不过这一次，
他的手中多出了一物，那是一把金色的匕首。匕首不是很长，不过1尺有余，可却锋芒毕露，仿佛连空间都能切割开来，就连隐于空气中的仙级武力也是为其旋转。那是一件仙兵，威力极强，哪怕在仙兵之中也称得上极品兵刃。不过乌马圣杰的所有动作都被楚风看在眼中，眼见着乌马圣杰再度攻来，楚风也是没有丝毫犹豫。只见其大喝一声，来得正好，枪！说话间，他的手掌自乾坤带处划过，光芒闪烁之间，一把大刀便出现在其手中。这把大刀同样是一件仙兵，楚风脚下一动，便拔空而起，向乌马圣杰飞掠而去。眨眼之间，楚风与乌马圣杰再度交战在了一处，一时之间光刃肆虐，火花翻涌，钢铁交织的声音更是不断响彻着。不过二者交战不过片刻，楚风便倒退开来。那原本是楚风的一记猛攻，手持仙兵大刀自正面劈砍而下，威力极强。可是乌马圣杰手中的匕首忽然有符咒涌现，那符咒流转之间，只见其随手一挥，两件仙兵相撞，楚风却仿佛承受了无数件仙兵同时的攻击一般，那强大的力量逼得楚风倒退近100步之后才稳住了身形。身手不错，奈何兵器太差。乌马圣杰的声音响起，楚风抬头发现乌马圣杰正看着自己，嘴角不仅挂着一抹得意的弧度，眼中却也有着一抹嘲讽。这兵器的确不太趁手，应当换一件。楚风说话间便直接将手中的这把仙兵大刀丢掉了。见此一幕，莫说乌马天族的旁观之人，就连乌马圣杰也是神色一动。就算那大刀品质再差，可也终归是一件仙兵，简直不菲。楚风居然就这样丢掉了。而就在丢掉那仙兵大刀的同时，楚风手掌自乾坤带划过，下一刻一把长弓便出现在了楚风的手中。这件兵刃你觉得如何？楚风笑眯眯地问道。此刻就连乌马圣杰的目光都变了。先不论楚风手中这把大弓如何，单说那大弓出现之后，他手中这把匕首居然有了反应。他手中的这把匕首在微微的颤动，那是在惧怕。可是他这件仙兵匕首可不是寻常的仙兵，乃是一件流传自远古时期的至宝，可谓是仙兵中的极品。而眼下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只能说明一点，楚风手中的长弓比他的这件仙兵品质还要好。楚风说中这把长弓品质自然是极好，这可是剑道尊者生前所用的仙兵剑道仙弓。剑道仙弓当年与剑道尊者一同消失，已经成为了传说，乃是传说中的仙兵，其品质更是毋庸置疑的强横，堪称仙兵之王。而越是强大的兵刃，越是难以驾驭。楚风之前身为天仙，凭借至尊护腕也可以使用仙兵，但是却无法催动这剑道仙弓。而现在楚风自身成为了武仙，终于能够使用剑道仙弓这一仙兵中的王级兵刃，这倒是一把好弓，我要了。乌马圣杰对楚风说道。什么意思？楚风问道。将你手中这把弓给我，我可以对你今日的不敬既往不咎。乌马圣杰说道。他居然看中了楚风的剑道仙弓，想要我这剑道仙弓，可还要看你的实力。楚风说道。剑道仙弓？你说你手中的这是剑道仙弓？是剑道尊者生前所用的那件仙兵？乌马圣杰以吃惊的语气问道。想不到你也听我跟过剑道尊者。没错，这把弓正是剑道尊者生前所用。楚风说道。哈哈，真是想不到你竟然有如此宝物。若是这样，那这把弓我就更是要定了。乌马圣杰忽然变得兴奋起来，与此同时他更是身形一动，快速的向楚风飞掠而来。这一次他的目光并没有凝视于楚风，反而是紧紧的盯着楚风说中的剑道仙弓。他这是要夺楚风的剑道仙弓。